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，想回到宋朝体验一下地主的生活。古代地主是怎么兼并土地的？强买强卖，巧取豪夺，那都是剧本里才有的东西。古代也是有法的，没有谁会闲得无聊去挑战律法的底线。尤其是地主啊，家大业大，他更不愿意去挑战底线，多数都是软刀子。就算是官商勾结、谎报田亩，那也得考虑一下到底值不值。宋朝3荣2姬的情况大家是知道的，反正如果是我，维持下关系可以，谎报田亩、偷税漏税，我觉得不划算。今天咱们就从反派的视角聊一聊宋朝大地主跟王安石的博弈。宋朝初期的经济问题很大，入不敷出，商旅不行，时常资不抵债，并没有中后期那么发达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古代如果没有足够的生产力，什么商品经济，什么丝绸之路都是摆设，可以对照普通人，没有什么资源，也没什么人脉，周围还都是竞争对手。所以除了基本的鼓励农业、兴修水利以外宋朝并没有对兼并土地进行什么限制。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宋朝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先把生产力搞上去，其他的以后再说啊。结果玩脱了，偌大一个宋朝成了地主的狂欢盛宴，只要有财，只要有权，土地就都是我的。百姓不愿意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也可以一起嘛。百姓想要斗地主，去找朝廷啊，朝廷都还没说话呢，你在这着什么急啊？你这个刁民，我要去朝廷举报你。有话咱可以好好的说嘛。你要觉得自己没有土地，又没啥手艺，吃不上饭，可以来找我呀，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啊！可以给我当佃农，帮我种地，朝廷的赋税我替你交了，还包吃包住，何必动武呢？粗俗。宋朝自身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，甚至还有点想笑，因为这时候的宋朝推行的是两税法，唯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。土地集中与否并不影响朝廷的税收，甚至土地越集中，宋朝反而越高兴，因为赋税征收会更方便。开玩笑，我们这些地主可都是宋朝最美纳税人啊！哪次不是朝廷征夏税，我们秋税都准备好了，怎么能让朝廷操心？多不好呀！为了给朝廷分忧，播种的时候，贫农兄弟要是没有银两买种子，可以来找我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给我打个条，我借给你啊。明年丰收了再还我不着急啊。不过咱丑话说前头，朝廷是有王法的，我借给你没问题，就算明年遇到个灾年没收成还不了也没问题，我再借给你都没问题，这都小事。不过我这是有利息的，利率不高，但万一遗憾好几年，总不能年年还不了，我年年借给你吧。现在风调雨顺是没错，但老话说得好呀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真到那时候我利息不要都行，本金你怎么还我呀？我这拖家带口都是要吃饭的呀，要不这样，大兄弟你把地契压我这，我多借你点，啥时候丰收了啊，你啥时候来取，我这双手奉上。要真是碰上了老天爷不给饭吃，我也不找你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你只要记住，实在扛不住了别硬扛，可以来找我，我家大门随时向你敞开，过来给我帮忙，包吃包住，咱们共同富裕。然后扭头先把利息滚上几圈，还想还清下辈子吧？违法吗？当然违法，这是高利贷啊。但是按宋朝律法，你情我愿，合理合法，轻轻松松百姓的地契就成我的了。相比地契借出去的那点算个啥呀？有那必要去勾结官府吗？没必要。本来吧，我这地主当的还是挺滋润的，可是不知道从哪蹦出来一个叫王安石的人，放着好好的诗词不写，文人雅士不当，非要从政拜相，还要搞什么变法。本来都不想参与这事，就想安心做我的大地主。可这王安石，你说他变法就变法吧，非要过来砸我的饭碗是怎么回事？别的都不说了，就说他的青苗法。说的好听，分什么夏料秋料，不就是把国库的粮食换成银两，然后再交给转运司啊，最后再借给百姓买种子吗？跟我这有什么区别？无非就是利息稍微低点，但也没低到哪里去啊。推行了1年，光青苗钱利息就收了2932213贯单批粮。你说这王安石是不是仗着朝廷撑腰恶意竞争啊？而且我听说我们宋朝那些小老百姓没文化，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，只是听说可以到官府申请青苗钱，就一窝蜂都跑过去了。一拿到银两啥都不干，光想着吃穿用度，去哪潇洒潇洒，正儿八经买种子种地的没几个。结果朝廷收账的时候傻眼了，咋的？朝廷的银两就不用还了吗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，甚至有的人把土地和宅子都卖了，卖哪去了？还不是在我这里。朝廷的银两不还不行呀，但我这里可以拖呀，随便你拖，你只要地契在我这儿，不还都行，想拖多久拖多久。我家大门还随时向你敞开，包吃包住。我还听说这王安石刚开始的时候说的是青苗法，全凭自愿，想借就借，不想借就不借。可他下面那些人不听话，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啊，咱也不知道他们官场那些歪歪绕绕。反正是有这么一种说法，青苗法是按照户等高下平配，所有百姓都得借，不借都不行。这不强买强卖吗？本来吧，我还觉得这王安石是个人物，少年英才啊，49岁封侯百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军书法、青苗法、市易法
免疫法、方田均税法、农田水利法，咣一套连招下来，说不定真能让我们这些地主元气大伤，都准备收拾秀园跑路了。万没想到啊，这王安石也是个心急的主，年轻气盛，他也不想想老百姓都是什么人啊，除了种地啥都不会，收成还不好。我这最近刚来几百口子人，哪个不是面黄肌瘦？啥准备都没有，就要老百姓在粮食和种子之间2选1，一个能满足当下，一个至少等半年，能不能撑过去还不一定。怎么选？老百姓连他这青苗法是干啥的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知道他所谓的富国富民大计啊？还不都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啊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照我看啊，这青苗法长不了。你看后来是不是废了？王安石相位也没保住，看来我这大地主啊，还能再当几年。